在遊戲中追逐那些難以琢磨的背符文累得半死，結果每天都被 Random 搞到懷疑人生嗎？你不是一個人。暴雪給了我們一款遊戲神作《暗黑破壞神2》，但它同時也把玩家都拉進了一個坑，它把我們困在了一個叫做低幾率的陷阱裡。大家一定都熟悉那種感覺，在牛關或者超市裡刷了好幾個禮拜，一直苦苦等待那一顆大號符文掉下來。然後傳統的刷图思維只會讓玩家陷入純看臉的無限輪迴，這感覺就像魔法，而且是那種讓人很不爽的黑魔法。但我們都知道，只有魔法才能打敗魔法。同樣的，只有數學才能擊敗暴雪的低概率公式。今天我要用数学反擊，把咱们從這個坑裡拉出來。我要揭曉《暗黑2》裡面唯一一個最暴力的致富策略，不是刷牛關，也不是刷垂凡客，我們要利用的是非對稱溢價經濟學，鎖定全遊戲的3個 BOSS， 變成富人，因為他們是最慷慨的老闆，會付給你投行總監的薪水。我接下來的推論都基於這個公式，這是我們反擊暴雪陷阱的最強武器。利潤等於價值乘以掉率除以時間，很簡單，對吧？但簡單才是王道。想要發大財，我們需要找到一種高價值的標的，並且要在能極短的時間內穩定入手。這就是財富的底層邏輯，無論是在華爾街還是在聖徐瓦瑞，道理都一樣。如果你只要花1秒鐘幫鑰匙塗個油，每小時就能賺1000美金，堅持1年，你絕對是千萬富翁。我今天的角色就是你的分析師，在《暗黑2》裡找出符合這3個標準的物件。高價值、高掉寶率、低取得時間。走，咱們打寶去。我們先看第一個變量，掉寶率。第一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濾掉垃圾，任何掉率低於1%的東西，通通都不算，必須果斷放棄，因為那些就是暴雪設給你的陷阱。獨特裝備、套裝，通通扔掉。這些是暴雪發給你的樂透彩，讓你一輩子當窮忙族。過濾完之後，清單還剩什麼？我們來看一下資料庫，有寶石、低階符文，此外還有藥水、金幣、劍石等等。最後還有器官鑰匙，也就是 Uber Keys。接着帶入第二個變量。價值，我們可以直接把劍石、藥水跟金幣劃掉了，它們掉率很高，但市場價值是0，這種叫垃圾債券。然而，我們要怎麼評估剩下的東西呢？怎麼知道寶石和Uber鑰匙哪個投資回報率更高？這時候我們必須深入研究非對稱溢價經濟。要打仗，你得先看懂戰場。第二的經濟體系是一個非對稱溢價市場，這就是我們要開戰的地方。我以前出過視頻深挖這個概念。這裡用一句話總結：在這種市場裡，完美的頂規產品拿走了99%的利潤，剩下的基本上通通都被當成垃圾。第二玩家不是要裝備而已，他們要的是頂。他要毀滅小卒，那些屬性低於16的，只值幾個完美寶石；19以上的，才可能值1顆伊斯特。那如果是20、20、10的呢？那就是天價。身為資深玩家，我們都知道圣骑士火炬是金本位。而且最好是20、20。
你知道洗出這個屬性的幾率嗎？這就是計算公式，它的概率是 0.118%， 大概相當於1000次才會中一次。就算你退而求其次，只要18加以上的就可以，幾率也只有 1.06%。這對我們意味着什麼呢？這意味着平均來說，一個追求頂規的玩家要燒掉1000套3×3的鑰匙，平均水平啊，才能看到那个完美火炬。就算是一个標準比較低的玩家，想要一個18加的聖騎士的火炬，平均意義上來看，也需要100套3×3的鑰匙才能刷到。這種海量的飢渴的需求，讓整個市場的價值全部濃縮到了原材料的身上。在這裡，對於火炬來說，原材料就是鑰匙。在非對稱溢價市場，原材料永遠比平均產成品更保值。利潤不是給那個在鑑定火炬祈禱20/20的賭徒，而是給了那個賣籌碼給賭客的人。拿來賭博的材料才是真正的贏家。搞懂這一點，我們就能評估清單剩下的東西了。只有拿來賭博用的才有高價值。我直接給結論，其中鑰匙的價值最高，遠高於其他的賭博籌碼。有些人可能會酸我說，Strong，你只是在用一個白痴公式證明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。這是我們的基石，我們先從理論上證明，後面才能走得更遠。接下來我們帶入公式的第3項，時間。在剩下的這些高調率的東西裡面呢，寶石啊、拉爾啊，還有這個5本鑰匙啊，哪一個最有效率？答案，贏家還是鑰匙。一個不錯的配置，刷一次鑰匙 BOSS 只要1到2分鐘。這些守門人不是最終 BOSS， 他們沒有超強的小怪，也沒有庸長的動畫，路程也不長。你對比一下安姐或者是墨菲，更別提大菠蘿或者是巴爾了。刷一次要浪費你至少6分鐘的人生。最後勝出的依然是鑰匙。至此，我們發現了我們的目標，5本鑰匙，它能完美打敗暴雪的小概率公式。可能還有人抗議，Strong，我刷寶石啊，完美紫寶石很值錢，而且到處都掉。其實不需要爭辯，答案就在公式裡。這裡提供幾個熱門物品的獲利參考。此處數據是根據掉寶率最高且效率最高的怪計算出來的。給喜歡抬槓的朋友幾點說明。甲的數據已經把複數怪同時掉落的可能性算進去了，否則幾率會低到只有 0.000054。掃圖時間是長期平均值，包含了找路、傳送、回程買賣、整理倉庫，還有少於2分鐘的這種短暫休息。我們的標準是必須能持續刷2小時以上。如果你單次跑得比這兒快，別急着反駁，回去可以自己錄2小時，看看平均值，再來一起討論。最後一點說明是，這張表是物件與物件的對比，是為了找出誰才是真正的現金牛。所以先別急着反駁說刷哪張圖的體感比這高。在下一支視頻我會做更全面的綜合評估，千萬別錯過。我們從理論上證明了鑰匙是打破暴雪陷阱的完美解藥，但在真實的市場上跑得通嗎？合理性測驗時間。經濟理論告訴我們，在非對稱市場，原物料價格通常等於或略高於產成品的平均價值。在天梯賽季裡，一套3×3的鑰匙通常值3顆伊斯特以上。
而這正好是火炬的平均價格，完全命中。钥匙的流动性永遠比火炬好，再次命中。穩定性，钥匙的價格会撐住整個賽季，全部命中。這保證了鑰匙農夫永遠是贏家，你會擁有一種穩定、可預測的方式來變有錢人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已經從理論和實務上都驗證了，鑰匙是你目前能刷到的最暴利的東西。只要你肯刷，在預期時間內，你一定會發大財。但還是會有人抬槓說，我不該刷超市嗎？大菠蘿能掉一切眼，那邊的怪也能掉一切東西，而且每一只都有幾率掉大號符文。对，我們都看過這種視頻。某人今天撿到甲，明天誰又撿到貝。你聽到了沒有？那是那些運氣好的歐皇在尖叫。哎呀，我在超市撿到2個甲，這指南根本沒用。聽着，如果你運氣真的那麼好，恭喜你，你是有黑魔法的，你不需要看這支視頻，你甚至都不需要在 YouTube 上逛暗黑頻道，你就整天在那邊撿大號符文，撿到忙不過來就好了。但对於剩下99%活在現實中的人來說，希望不是一種策略，只有數學才是。符文時代的超市对我們來說已經變成一片荒原，80%以上的獨特裝備現在都是垃圾，根本沒人要。剩下的有用裝備，比如說像格里芬，巴爾有全遊戲最高的掉率是46000分之一。你真的要把人生賭在這種幾率上嗎？無論如何，為了讓那些尖叫聲閉嘴，下一支視頻我會直接在遊戲裡計算並驗證投資回報率前3名的王者。我會秀給你看，如何讓你在遊戲裡每投入的1分鐘都能變現成為伊斯特。同時，我也將列出幾個熱門地圖跟 BOSS 的收益流，讓你根據數據就能夠判斷自己的最佳行動方案。你甚至可能會愛上那個你曾經最討厭的 BOSS 哦。訂閱 Strong 遊戲基地，我們下期見。